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升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昨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画面陆续曝光了，这个画面让大家很担忧哦。那先来讲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国安局呢，今天蔡明苑国安局长哦，他去到了立法院的时候，有讲到说，哇，不排除会有联合利剑2024C 啊。他说，现在这次观察到中国大陆的军演有3大特点哦，分别是对内交代、对台湾施压以及对国际示警哦，因此他们觉得可能还会有2024C 的出现。那最新的画面，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呢，跟我们的这个海巡的船哦，距离非常近哦，而且双方是用追逐的方式、迫近的方式，这样子哇，这样紧逼着行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中国海警14607。中国海警14517，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T3538 庭广播。你已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进入我国限制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限制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对这一段画面呢，其实你看，好像只有2艘船，其实不止如此哦。它后面画面这样往后一带，另外一艘的这个海警船跟另外一艘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舰艇哦，又是这样子的方式哦。也就是说，你以这个台湾假设这样来看好了，假设这边这个海警船就在这边，那我方的话就在这边，双方就这样子。紧逼着这样哇，2艘船这样子，它是这样绕行着台湾，是一艘接着一艘这样子在绕行哦。那每一艘旁边就这样子追一台这个海巡，所以你就知道昨天其实很多绿营在讲说，那又怎么样呢？不是昨天啦，就是说2024B 星期一的时候没有怎么样，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其实在海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紧张追逐哦。那不止如此呢，其实日本这边也公布了，他们说有这个10艘。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军舰艇哦，其实他们有这个去到了这个靠近钓鱼台附近哦，那还甚至看到了辽宁舰载的这个舰载机起降了140架，他们说其中的2艘算是船只啦，海警船到了这个钓鱼台附近的海域哦，那海上保安部就日本这边随即就赶紧前往啊，说要去监视这2艘海警船的后续动向。那其实呢，这次中国最大的海警船2901号啊，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他们非常忌惮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过去这5年来发现到2901号不断的出现在中日中间线的活动是明显增加的，因此这个日本这一回也是紧盯着海警船的所有的动作哦，不是只有台湾紧张，日本好像也蛮紧张的。那再来看看这个辽宁号，这一次是剑指美国吗？来看到这一次我们看这个木星观海天，它有这样子记录下来，就是辽宁号从9月以来的一些在我们周边的一个活动哦。9月18号甚至还进入到日本领海外侧的这个连接区，就在这个地方。那再来10月6号的时候呢，是来绕行了这个菲律宾，然后10月14号参加了这个联合利剑，出现在这里。现在目前感觉好像又往三亚的方向来前进了。那日本公布了，就说其实日本防卫省有提到，辽宁号在冲绳与那国岛以南490公里处的海域来活动，伴随的其实有055这个飞弹驱逐舰鞍山号，还有052D 的飞弹驱逐舰乌鲁木齐号。解放军一天之内有10艘船分别4批在日本的海域附近来行动活动。那日本的防卫省也派出了多艘的舰艇来做一些因应啊。那甚至呢，人家讲说，其实辽宁舰这一次待的位置有它的意义存在，就是呢占据了咽喉要道。辽宁舰就位在台湾的这个等于算是东南方的位置哦。
那是在跟谁释放讯号呢？它其实呢，这个编队等于说出了第一岛链，进入到西太平洋，同时呢，空军轰炸机的编队也出了岛链哦。那这个是大陆的国防大学的教授张弛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辽宁号的航母编队展开联合演练，从航母卡位的位置看，它其实就占据了咽喉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哦。换句话说，它在这个地方，其他要来援助的菲律宾或者是美国，或是任何想要从这个地方来的话，都必须要知道这个辽宁号的这样子的一个。对，算是等于说范围，你不能太靠近，因为辽宁号就在这边坐镇于此啊。那再来，美国当然急了。美国怎么急法？你看看哦，他这2场演习时间怎么是接的这么的紧哦？马上就宣布出来啊，美菲陆战队要展开10天的这个联合演习哦。在中国大陆2024B 的军演落幕之后，数千名的美国跟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些队员，他们现在在菲律宾的北部跟西部展开海上战事合作哟。那这个期间呢，就其实是从15号开始，一直到几号呢？到25号。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个期间，马上紧接着，你看到25号结束，可是23号又马上美国跟日本又联合利剑了。那这是日本防卫省的一个公告，所以整个10月份的后半个月，美国都在忙着在印太这边吵吵闹闹啊，要让这个中国大陆看一看，我们也是有一些动作要做一些回应嘛。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辽宁号事实上，我觉得大概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这个航母的这个建造跟它的训练战备大概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密集的状态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不管是东海台海、南海的情势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也是越来越严峻。那么相对于美国的这个美国在这个3个水域的这个演习来讲的话，我觉得辽宁号的这个回应还是只是某种程度上在做回应好了。那几乎我们看到美国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盟友在不管是东海南海台海、南海这种军事演习几乎1个月都2-3次对，而且很多都是年度，不好到底有多少个年度。比如说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美国跟菲律宾了，又要展开10天联合演习，对不对？这叫海上战事年度演习。对，那好像美国、菲律宾、这个澳洲还有印度的这些舰艇，刚刚才在这个区域做过演习对，几乎好像是。我的印象几乎是1-2个礼拜就1次了，所以这么样频密的演习的话，我想它的针对性大概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军事的压力，尤其美国在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以后这个重组它在全球的这个盟邦体系然后呢，很明显的把它的战略的重心移到这个印太地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应该承受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军事的压力所以现有的军力的话，就不断的在加强演练，一方面也是要威慑美国跟他的盟邦在这个区域的针对性的这些作为军事作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的备战。那这次我觉得就是说，我看了刚刚看我们的这个海巡署他们讲说大陆的这个海警船已经到了我们的限制水域。那这个限制水域的话，不晓得它的这个实际的范围是怎么样算。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就如果按照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话，12海里是领海，那个基本上12海里以内的跟这个沿岸基本那个水域就等于这个沿岸国的领土对不对？那12海里再换出来12海里，那有一个临街区。临街区的话，就是说沿岸国它没有主权，对这个水域没有主权。可是呢，它有所谓的行政管辖权。那这个就是海洋法里面很明确的规定的2个水域那什么叫限制水域？我们现在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你如果说中线有限制水域的话，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自己画的话，你要得到对方的这个同意嘛，对。那相关各照的同意，可是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最近这个大陆的这一次演习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有2个名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讲清楚，这样子我们就确定知道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啊，在台海上啊，这个好，大家的这个好所谓的执行公务的范围到底在哪里，而不是说这个我们也不要依据在哪里，实际的范围又画在哪里。那所以就还有一个就变成我们叫一个好，我回应进入到大陆很多这些飞机啊船进入到我们的好所谓的反应区这些新的概念，我觉得都需要把它理清一下。那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讲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进入到这个所谓的钓鱼台的水域那中华民国的立场，钓鱼台不是属于日本我觉得这个立场，我觉得从来没有变过。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的政府好像讲法这个钓鱼台都属于日本的。对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中华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正本清源一下。好，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们来看，无论是2022年的环台军演，或者是今年5月的联合利剑 2024A， 或者是才刚刚结束的联合利剑 2024B， 其实都是在一个所谓叫做 punishment deterrence， 也就是惩罚性的威慑，也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它其实也就是你台湾领导人你说了什么话，我就直接对你军演，也没什么好说的。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2022年，也就是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然后他就惩罚台湾，惩罚的结果是什么？海峡中线不见了。那今年5月的联合利剑 2024A 是出了什么事情？因为其实那是520赖清德总统他讲了什么？他讲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讲完这句话，隔3天，那结果就开始联合利剑 2024A。那这一次，那除了在10月5号的国庆晚会之后，讲了一个有关于这个谁是谁的这个相关的祖国论之后，结果国庆的时候，国庆他文告他再讲了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所以又加了3天，再多几个小时，然后就开始执行这个联合利剑 2024B。 为什么都多3天？因为这3天是潜舰先行，因为潜舰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不要以为潜舰最大速度20节，它就20节在跑20节在水下跑的速度那就是敲锣打鼓它都是慢慢走，大概就是3到5节，所以都是3天的时间那但是这一次演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在台中外海30海里的中国海警2102、2302，那这个是在左营高雄外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3艘海警船。那同样的，中国大陆可不像我们台湾一样忘记钓鱼台。在这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联合利剑 2024B 的情形之下，它还是派了3艘海警船在这个钓鱼台附近。那至于说有关于花莲，那它有2艘海警船。那在台东兰屿的外海，就是2901这个万吨级的海警船。那这个海警船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看看它的上面的装备它其实也就是76毫米的这个快炮而已，就这样而已。但是它真正的威胁是什么？因为它的制持力很高，它在台湾周边海域待2个月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才是真正对于当初的菲律宾、现在的日本所造成最大的影响。不过，其实他当初在联合利剑 2024B 结束的时候，他立刻开了 AIS， 告诉你们我走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还会再来。那他只是这一次的演习告一段落那大家对于这次演习有很多的说法有关于封锁的部分，我其实跟大家报告，解放军的舰艇或者是海警离我们越近，我们越安全。
如果今天真要作战的话，他们就会离开这个红色的区域。这红色区域也就是熊2跟熊3飞弹的区域。那但是他们的无论是远程相式火箭弹，或者是各式的弹道飞弹，都可以打到台湾的任何一点。然后他们的，例如说辽宁舰就会离开这个区域。好，来请教一下盛峰哥。这样子哦，这几天刚好不在台湾了。那么回来之后关注了这个的发展，那么他谈到这个问题，我想简单的几个综合整理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一下。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陆这一次的演训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表达一个态度，你都会说了，我当然也会做；你都敢说了，我当然也要敢做。那否则的话，他平常说的不就叫吹牛一样的吗？对吧？这是一个，所以既然我们会说了，既然我们敢说了，那我们就不要叫太多。这问题我最怕的是，我们会说了，我们敢说了，但我们没有准备，而人家是准备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整个的演习的布局看来是在宣示主权，打破互不隶属的论述。你不说互不隶属吗？那我告诉你，我就用海警船来巡视给你看，隶不隶属？你能怎么样？管鲍驱离，是吧？管鲍是驱离不了，是他走了，不是你驱离的。第三个呢是主切意外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一次里面都增加的加油机？打台湾不需要加油机嘛？不需要嘛？那预警机打台湾也不需要预警机嘛？第三，航空母舰打台湾也不需要航空母舰。这三个的东西告诉你，它的这一次的重要的目的是具足意外就是让外面人清楚的知道，我将来处理台湾的问题，我是清空的。我就把你清空在外，是清空。那清空就要看你各国的态度是怎么表态了再过来呢，一个呢是加大火力各位注意A 跟从环岛今年到利剑 A、利剑 B， 它的火力在加大，加大了什么？轰炸机出现了。再过来，陆军的火炮部队出现了。过去这个都没出现的。那火炮部队出现，就代表你什么防弹灰这个防灰弹什么的系统是没有用的，因为火炮的距离可以达300公里，基本上台湾是可以全部涵盖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好像不在意所以请各位注意下一次假如出现072、075的这个2栖登陆舰然后有陆战队的演练有这个空降的演练，那你就要更注意了。那再过来，这整个的态度告诉你一个是两岸的问题，也告诉国际，也告诉台湾，操之在我，不是操之在你。世界只说不可以威胁没有人说不可以在台湾今年，就是我常常讲的，从外交上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已经从环岛今年佩洛西种下了最大的恶果就是用进市场告诉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只说你不可以威胁，没有人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今年。因为演习在自己的主权的土地上有什么不可？可是国际是点点的那最后呢，所谓菲律宾的今年美日今年，你就看着就好了，基本上是消化预算的年度活动了。就这样子而已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个东亚最关注的焦点就是朝鲜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朝鲜关系怎么一下子变天了？在微博热搜登上了第1名那的确，现在北韩已经开始动起来，他们现在开炸道路多个角度的画面出现了，爆破的威力非常的震撼然后连这一个同框的路标都讲说，要慢走它上面的字刚好是韩文、英文写着再见慢走，好像也反映出来，现在两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真的是慢走不送了。那在北韩这里就是你看到很多青年都站出来了，140万青年，他们现在
要报名参军或者是要赴队哦，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是南韩对于他们朝鲜主权严重侵犯挑衅的行为。光是2天14号、15号2天已经有140万的青年站出来了。那我看到38度线，北韩的军队现在大量集结，已经炸毁了两韩部分的铁公路哦。那金正恩现在他就是讲啦。他说：“这个导火线呢，就是你南韩无人机空飘传单内容哦，还讲说什么金正恩戴名表，女儿穿迪奥大衣，那他就觉得说这是在挑衅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把这样子的传单发送到平壤呢？”那分析师认为北韩应该不会去打南韩呐，他说如果真的要打的话，不会去把这个铁路啊、公路连接的道路，这种是一个交通要道啊，你才能够快速的这样子去攻打南韩啊。如果你这样子还选择要炸掉的话，应该代表说，可能他的方式不是从路面来进攻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呢，南韩的军方，他们说他们现在分界线北侧的10公尺挖了数十个坑洞，埋了黄色炸药，炸药的总量上看几千公斤哦。那预估危险的半径大概是500公尺。从地面未完全炸毁的结果来看呢，现在目前他觉得北韩感觉像是作秀而已啊，但是呢，应该不会止步于此，会有更多的挑衅动作。反正现在南韩就是在警戒当中啦，也放话，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强硬动作，我们也会强硬回击。那再来，中俄是不是也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动作来挺朝鲜呢？克里姆林宫已经讲了，因为他们之前有这个战略合作嘛，那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有这样的签署，但是会是怎么样的这一回帮朝鲜一起来共同防御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来落实怎么这个方式会是如何。那梅德韦杰夫还有提到，因为拜登讲白宫已经准备好要削减这个核武库，以及俄罗斯、北韩要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谈判。那俄罗斯就嘲讽啦，他说这是美国人又一次的无理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讲，跟美国谈判不会比跟希特勒谈判更有用。就是他们觉得，你美国是一个跟你讲没什么结果的，就不信任你啦。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毛宁有提到，中方其实现在也是希望赶紧和缓这个南北韩之间的状况，要维护半岛的和平，因为不然中国大陆就在隔壁啊，他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闹大真的，他就说希望各方呢能够共同来为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努力来解决半岛的问题。那大陆这个韩国的外交部也提到了，他敦促俄方要停止跟朝鲜的非法军事合作。那现在目前呢，韩美日的外交次长也在进行3方的协商机制。另外看看中俄在举行实质性的国防军事会谈。俄罗斯的防长贝洛索夫他提到了，他说双方在进行实质性的防务军事会谈来加强关系因为呢莫斯科跟北京巩固了无限制的伙伴关系，而且加强了对于美国扩大亚洲影响力的努力和批评。那张又侠回应了，他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来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也就是说两军的关系捍卫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共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那60年前的这一天其实今天你看到非常多大陆的媒体也在报道，60年前的10月16号，中国大陆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这个爆炸成功。那钱学森也有讲外国人能搞，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够搞吗？所以其实现在慢慢的，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朝鲜也好，是不是真的已经被美国逼着已经到了这个等于说发火的边缘，战争要一触即发的最前线了呢？那更妙的是你看中俄站在一起，有一个人在这时候悄悄的来释放一下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是谁呢？印度的莫迪他就说我们现在斥资1722.5亿，要跟中国大陆来争个高低。怎么争呢？他说这样子的费用呢，是打算要来做一些这个自建2艘攻击型的核潜舰，还要来买远程的无人机，所以要对抗中国在这边区域的军事力量。印度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一下，让大家记得它。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其实这次朝鲜半岛的这个对立敌视的状态突然提高其实我们才客观的看，主要就是因为韩国
有3架无人机飞到平壤的这个头上去丢这个传单，而这个传单内容呢，直接针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金正恩说他跟他太太不跟他女儿这个都穿着这个名牌衣，非常奢华，而这个朝鲜的民众呢，日子过得很苦我觉得这种基本上就变成过去朝鲜常常抗议说这个北韩这个南韩他放了很多空飘气球，到处这个载了很多反朝鲜的传单，到处去散布。可是这不表示说他那些空飘气球都会跑到平壤的头上，这是很明确的，就3个这个无人机就带着这些宣传就跑到平壤的这个天空就开始撒传单我想这个是激怒北韩，让北韩连炸2条铁路，而这个铁路都是南韩援建的，象征南北友谊南北都追寻统一这样子这个一个共同目标的这些象征性的这些建设那所以北韩事实上的话是主要是对这个南韩这一次搞无人机事件这个一个很强烈的反制了。对，那这个就要看这个尹锡悦他怎么回应了。因为尹锡悦事实上他在韩国内部的这个支持率不断的下降，而且他太太的这个丑闻也一直没有办法摆脱起来，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尹锡悦是有意的挑起来跟朝鲜之间的对立，这样子把他的国内对他不满的这个注意力移转到南北韩，借一个外部的危机呢来转化他自己在内部的危机。不过整个持平来看的话，尹锡悦上台以后他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是呢，这个在南韩本身内部就有争论像比如说文在寅他们这个现在的在野党，他们对日本就是说对韩国这些历史上的侵略还有甚至在韩国日本殖民韩国期间很多违反人权的事件日本都还没有正式道歉，比如说这个强迫劳工奴工的问题，比如说慰安妇的问题日本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对这些历史上对朝鲜人民的一种伤害没有做出明确，那不应该跟日本有这样子的和解。那朝鲜呢，北韩呢，对日本更是尤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正是深恶痛绝。对，所以呢，尹锡悦去跟日本合作，你想想看，这个对朝鲜的刺激也是很大。所以朝鲜就基本上他们已经放弃要跟北韩寻求统一了。他把韩国的这个南韩的地位已经直接宣称为敌国，不是什么这个失散的这个所以朝鲜现在对北韩对这个尹锡悦所领导的南韩政府事实上是深恶痛绝。那所以就是说，朝鲜本来这个在这个文在寅时候南北韩走向一个和解的方向走我们朝鲜情势可以说是怎么讲呢？慢慢在和缓，结果呢换了一个总统，你就看搞到现在，这个真的是兵凶战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从朝鲜跟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例子那我们看到了事实上政治常常受政治人物的影响。对，那么这个国与国关系也受了政治人物的影响。如果政治人物他有心要去挑衅，有心要去破坏把他的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置于上这个南北韩之间关系那南北韩今天就是这个状况。那金正恩还是金正恩，可是呢，文在寅已经变成了尹锡悦，所以你就发觉最近两三年的这个朝鲜的半岛上的情势，跟3年以前朝鲜半岛是完全判若两个。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台湾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对，马英九在的时候，两岸怎么样？和平之海台海变成和平之海，对不对？双方这个互动我们互蒙其利。对，可是一换了政府以后，换到蔡英文，急转直下，现在换到赖清德，大陆的这个军演都已经把台湾围起来了，今年已经2次了，对不对？2024联合利剑已经到 B 了，对，什么时候 C 不知道，那么是会不会有 D？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担心。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要负起责任来啊，为了自己啊，不要为了自己啊，把这个全民的幸福都置于怎么样？置于这个战火的威胁之下。好，来请教舰长。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南韩的无人机其实飞到北韩的这个照片啊，那其实一共有3架，那它这边只照出2架。那下面这张图嘞，其实很明显啊，它暴露的也就是他在开始撒传单。那这个传单的内容，实际上来讲就是颠覆金正恩这个政权的内容啊，就是讲说他们家到底多有钱啊，然后多么奢华的享受啊。那当然。这个对于金正恩或者是金宇正，孰可忍孰不可忍？那其实我们这样讲啊，现在有140万的这个年轻人，他想要参军，我们讲的是北韩啊，那或者是他有曾经服役过，然后退伍的，他现在要复队，也就是我再入伍啊，再入营的这个活动加起来一共140万。其实这个就是在北韩的先军主义之下，其实如果加入军队，他的待遇跟福利以及家属的照顾是会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无人机啊，它已经不是穿越非军事区而已，它到的是平壤啊。那非军事区其实距离平壤非常远。那这个除了我们讲它传单的内容之外，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暴露了。北韩它的空防的漏洞啊，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金宇正对于这件事情反应这么大？然后当然他还爆破了铁路啊，做出很多的这个举措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这样看啊，也就是南北韩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在2020年12月，北韩就通过了所谓的反动思想文化法，也就是。北韩的人民不可以学南韩的文字使用，不可以有相同的思想，或者是相同的那个发型都不行。所以我们就讲他们两国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然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摩擦产生，其实难以预料。好，来请教顺峰哥。这个和平得来不易啊，韩国之所以分裂是国际介入的势力。国际势力的介入所形成啊，韩战也因为是国际势力的介入啊，然后造成了韩战的一个结果。那6方会谈现在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那为什么南北韩的问题是6方会谈跟日本、美国、中国、俄罗斯要加入？因为它是标准的国际化。那国际化的这一个南北韩呢，最起码是一个国际共管的场所，现在没有了，那各自发展。各自发展，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希望。当年的金大中跟金正日啊，能够一握啊，这握出了金大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啊，大家不要忘了。那当时也对了南北韩带来了一个和平的希望。那么各位都还记得吧？就在那个板门店的那一条线上啊，那金正恩呢跟这个文在寅呢互相走过啊，然后金正恩呢跟这个川普啊。互相走过，这原来战争与和平就在一线之间。那一条线在的时候，大家是有战争的恐惧；那一条线，大家只要一越过去，互相拥抱、互相握手，和平就在望。可是这整个因为尹锡悦错误的政策啊，造成了一塌糊涂的结果。举个例子，像俄乌战争一发生的时候，这个影响到了韩国的地位的俄罗斯已经在这里了。那么尹锡悦采取什么态度？采取支持美国来援助乌克兰。自然你支持美国援助了乌克兰，那俄罗斯就相对就支持了朝鲜来压制你韩国，不是刚刚好而已吗？这个不就你自己带来的吗？对。那韩国去支持乌克兰有什么意义？就地缘政治，就经济发展，就是美国人手指你去嘛，就是尹锡悦想去那里就是献一下。甚至带着他太太去那里给人家看一下，我有一个漂亮的妞太太嘛，不就是让人家看不出一个真正为国为民想的一个方案。我们今天再来想一个事情，假如今天中日韩这3个都有儒家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这个国家，
今天要是合作起来的话，那就是不只是亚洲的中心了，是世界的中心了。你各位想想看，今天讲到中日韩是合作的，可是全世界谁最不希望中日韩合作？就是美国嘛。美国要想办法让你中日韩不合作，中日韩不合作啊，那美国才有操纵的空间。中日韩合作就是亚洲的新局势啊，世界的新中心。大家要不要来好好的来思考，面对这样的一个历程呢？所以今天思考韩国的问题，不只是看到南北韩，也应该看到的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来推动的一个目标啊。那最后就是讲印度啊。印度啊，真的好好学习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崛起啊，他是学了多少大国崛起的成功跟经验呢？不要老是每一次就冒个头，想来争个寂寞的，就是这样子，是吧？到现在为止自吹自擂，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对这样的一个局势的看法：中日韩合作，亚洲新局势，世界新中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以色列24小时之内狂轰了黎巴嫩200多个据点哦。现在目前也是针对了真主党的127部队，127部队它是负责无人机发展的，所以现在也变成以色列的头号目标。而且他们这样的一番轰炸之后呢，他们现在已经在黎巴嫩的南部升起了以色列的国旗。那到底这场战争要怎么结束？现在目前真主党的2号人物已经喊话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停火，不然真主党呢也将要来袭击以色列所有地方。那这个等于是你敢继续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也不会留情，因为大家知道真主党其实手上也握有蛮多精准的这些武器跟这个导弹哦，但是他现在目前还没有按下这个按钮。那我们看看它这个大规模的火箭群也开始陆续射向了海法这个城市哦，来作为回应。在14号的时候，对于特拉维夫的郊外也进行了一波火箭攻击。黎巴嫩的总统啊，他们说我们现在在黎南已经有4500名的士兵，而我们现在打算要增加到7000到11000人。可能很多外界会觉得说，黎巴嫩有办法跟以色列抗衡吗？但是现在对于黎巴嫩来说，是不是我已经豁出去了？你再这样子一直亲门踏户下去，我们现在哪怕用肉搏都跟你拼到底了。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黎巴嫩逼到这样的一个绝路了？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现在还要出手来帮以色列补破网，就是说，这个空防哦。他们现在16号已经派了一批军事人员去到那边啦，就说帮忙安装跟操作萨德系统哦，来增强以色列的防空能力，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那美国的国防部说，这个萨德哦，只要装好之后，马上就会投入全面的使用。那美国的前高级国防官员他们提到了，他说其实呢，现在就算去援助以色列，还是有很多潜在的忧虑，就是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报复，还有真主党发射的还有一些精准的火箭啊，这些导弹哦，可能都还没有出动哦，所以这个会使得以色列这边的库存啊，这达到一个极限。美国可能也难以面对到说，现在又要支援乌克兰，又要支援以色列，你这些拦截导弹，你到底要给谁？有那么多可以给吗？那美国现在目前在以色列这个萨德系统哦，还有部署100名的这个美国的军力，也代表着美国可能接下来要卷入这一场不断扩大的军事上面的区域战争。以色列跟伊朗呢，仍旧是现在好像谁也不退。以色列官员讲，接下来要打伊朗的军事基地或是政府大楼。伊朗就讲说，你打打看啊，你要是敢打的话，我就把它视为战争行为，我们也会有所回应哦。但是纳坦雅胡讲说，我们对你打的都是合理的，我对你的都叫做报复，这是基于国家利益哦。但是你敢打我的话，我就要把你毁掉，跟这个黎巴嫩啊，跟这个加萨是一样的方式来毁掉哦。所以这是以色列现在也不怕再多一个敌人啊，现在他就多面开战。那再来看看
美国呢，到底要怎么样拉住以色列？现在据说有一个消息，美国现在已经有一封信致函给以色列，那他们就讲说，未来30天哦，希望赶紧去改善加萨的人道状况，否则我就会影响我对你的军事援助哦。那这个以色列会怕吗？他有的时候美国讲归讲哦，援助照样援助哦。你看看，现在连美国人都受不了了，美国人跑到纽约交易所门口哦，就是你如果都不听，我们到处在那边学校的抗议也好啊，或者是到白宫前面抗议，好像都没有办法影响你。那我直接来影响你的金融市场，所以直接杀到了这个纽约交易所外头。那就有男子在那边大喊说，让加萨活着，停止资助种族灭绝这些口号，要求美国要停止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战争。不知道对于金融的影响是不是能够真的使美国悬崖勒马哦？那但是人家也讲说，纳坦雅胡其实他有一个加萨阴谋，因为呢，他其实是想要借由大家转移焦点，然后转移到黎巴嫩跟伊朗哦，让他可以把这个整个加萨北部变成一个封闭的军事区域来进行种族清洗哦。那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在欧洲议会的议员哦，甚至还为此一方站在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是站在这个加萨，吵了起来。我们来听听。Difference between suffering and suffering. What Hamas terrorist attack, the 7th of October last year, was heinous and rightly condemned. Can you condemn Netanyahu's actions, killing over 40,000 Palestinian people, over 40%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Can you condemn those pictures of mutilated bodies that we constantly see in the news after news? Can you do that? I condemn Hamas. Can you condemn Netanyahu? 好，首先来请教介老师。对，其实以色列事实上话，现在感觉上是有恃无恐了。对，你看他面临到这个伊朗的飞弹攻击的时候，美国把它最先进的萨德系统马上就部署到以色列啊，而且还有美军人员自己亲自下去部署，这是美国最先进的一套反导系统啊，美国立刻就送过去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你觉得以色列有什么好怕的？对，美国嘴巴上说说而已啊，什么跟这个拜登啊，什么内塔尼亚胡啊，几个礼拜没通电话啦，然后这个拜登呢，用嘴巴又骂这个，用三字经骂这个内塔尼亚胡，我看这都是演戏吧，对不对？真正需要的时候，美国哪一次让以色列失望过？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这个也是非常昂贵的武器啊，噼啪就部署到以色列了。对，为什么呢？就是针对了可能的伊朗的攻击嘛，所以就帮以色列。所以美国对以色列来讲支持是基本上没有上限，那才叫真正没有上限。上不封顶，而且呢是源源不绝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内塔尼亚胡，他就有他这个能力跟底气，不但这个现在打黎巴嫩，在加萨走廊继续对这些残余的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继续下手，另一方面也在谋划，正在计划怎么样来打这个伊朗。那这个都只能说以色列何德何能啊？没有美国他做得到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果尤其中东战争，如果说没有像美国这样子的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的话，我想中东的这种种族灭绝，然后这种持续的战争一定会减少的，一定会减少的。那很可惜的话，就是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反省能力。那尤其在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又要快要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政府更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支持内塔尼亚胡到底。好，我们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国，它提供了萨德这个系统给以色列，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那除了因为那个以色列，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铁穹，或者是它的各式的例如说大卫投石、剑式2型跟剑式3型的这个飞弹呢，快要用完了。那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萨德虽然有非常好的服役记录，可是他拦截过谁？其实并没有。但是呢，他未来要部署到哪里？这个才是重点，也是他其实未来要部署到的地方是关岛啊。我们在关岛这边看到一个蓝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弧形啊，这个就是萨德系统的位置。这一个方向是对着哪里呢？对着中国大陆。因为关岛事实上它一直有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如果它跟中国发生了各种的冲突了之后，最先关岛快递，也就是东风26就会来问候他，那他就要用萨德系统来拦截。可是萨德系统是不是真的能因应这一个拦截，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直接送到那个战场上去，先那个因应一下伊朗的法塔赫这一个高超音速弹道飞弹，其实他来做一个试验，这个就跟10月1号的时候，为什么美国的驱逐舰，它为什么要发射标准3型来拦截这些飞弹，一模一样的一个思路啊？那这是一个部分啊。另外，我想啊，现在看到这一个美国不断的提出军援给这个以色列啊，有一个人其实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个人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他一直要防空飞弹，他一直要的也就是爱国者。他其实一直都没有非常充裕的这个爱国者，但是以色列一举手，萨德就到。那其实萨德可不可以部署在乌克兰来拦截这个锆石，或者是匕首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当然也可以啊，只是因为你的趴数不够重，因为你不是美国的小祖宗，所以泽伦斯基跟乌克兰你没有。好，申峰哥，这样的，美国已经卷入了中东战争，局势一定是升高。很简单，美国对俄罗斯就是正义的天使，所以要去惩戒俄罗斯。然后呢，对以色列就是魔鬼的代言人，就是支持魔鬼，就是这样而已嘛。你觉得他有多伟大吗？然后呢，俄罗斯说，我为了我的生存空间，我不能让乌克兰入北约，但是美国拱火乌克兰入北约，造成了俄乌战争，惩罚了俄罗斯。那可是呢，以色列也说，我为了生存空间，所以我打这个哈马斯，我打巴勒斯坦，我这个打真主党，我打了以巴路。那美国呢，也是支持他来扩展生存空间。哦，真的看师傅，你看人帅呀嘛，大小差太多了。那你再来看吧，就是说，以色列今天杀红眼，杀到对联合国都挑战了。对，照道理讲，联合国是可以通过决议来谴责以色列的，通过不了，因为美国会什么？会使用否决权。也就是说，当维和部队被公开的挑衅，而且公开要求要驱离，那联合国是不敢讲话，不是不敢讲，讲了没有用，因为有一个美国会力争。你告诉我，国际的正义在哪里？美国还有什么资格讲国际正义呢？然后看着以色列支持以色列这样子在屠杀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信徒，那他们呢不以为然。可是呢，一讲到中国的维吾尔人，哇，又变成了怎么样子？伊斯兰教的保护神。可是呢，在新疆，他们是用谎话来把自己扮成了保护神，但是在中东却活生生的被伤害，那他在这里却扮演了魔鬼，这就是今天的双标嘛。所以从这个俄乌战争，以及从今天的中东战争里，我们真的很明看来，不以美啊。